男人与女朋友吵架生闷气，为了躲避世俗对其头顶的绿色光环指指点点，独自一人离家出走。偶然间来到这一座了无人烟的荒岛上，靠着超高运气与有限的实力，在荒岛上实现了全天候海鲜自助大餐。 像什么昂贵的大青龙，比脸盘还大的比目鱼，还有不知名的面瘫鱼，通通都是他每天菜单中的名录。怪不得连回家继承家族企业也无动于衷。今天大壮又有新的菜单与娱乐项目，晨曦徐徐拉开了帷幕，又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早晨。大壮一头扎进了小水潭里，借此来唤醒还在沉睡中的肌肤。在这座海岛上，像这种岩石山洞还是挺多的。大壮丝毫都不觉得害怕。 一头扎进去一探究竟，不得不让人敬佩外国人的冒险精神。贪玩的大壮还拿着一块大石头对着镜头，在水底练起了举重锻炼。不过，身为45秒钟的快潜手，这种行为无疑是相当危险，还是赶紧上浮透气来的实在。洗完澡后的大壮挂起吊床，在思考今天的海鲜菜谱，顺便在吊床上练习一下剑术。不过，这无疑是一个二愣子的决定。 还是实践才是最好的练习场地。大壮拿着从天而降的弓箭，来到海边开始捕猎。刚看见一条海鱼准备射击，谁知箭矢被卡住了。妥妥的隔着屏幕也尴尬，其尴尬程度直接可以用脚趾在地上抠出一个3室一厅。大壮为了在镜头前挽回形象，他的战斗值瞬间爆表。 见到一条替死鬼的鱿鱼，就开始猛烈的射击。大壮也从来没有让观众失望，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百发百中，连续好几箭都没能射中，连鱿鱼也看不过去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鱿鱼哥就这样领了盒饭，正如他悄悄的来，轻轻的走，不带走一丝云彩。在水面只剩一圈墨水，证明他来过这个世上。此时兴奋的大壮拿起鱿鱼，不停的在叨逼叨逼叨。这条小鱿鱼真的太诱人了。 不仅拥有高尚的品德，而且全身都透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，真不愧是高营养级海洋生物，从初级生产者获得营养的桥梁。不知道拿来做刺身好不好吃呢？捕了那么大一条鱿鱼，今天晚餐总算是有着落了。此时大壮并没有急于生火做饭，而是继续猎捕与玩耍。不过这也不能怪他，毕竟在荒郊野外，一个人待的时间长了，经常自言自语已经再正常不过了。真是应了这句话：孤独是最好的伴侣。 你狂欢时，他离得远远的；等寂寞时，他静静的陪伴你。大壮经过一轮的自娱自乐之后，小肚皮也开始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。是时候生火做饭了。新鲜的鱿鱼无需过多的处理，直接把身上的泥沙清洗干净，稍微挤出里面的墨汁。如果你不介意吃的满嘴黑乎乎的样子，其实不挤也没多大关系，就当调味料也可以的。天空很快就暗了下来。 大壮连忙在海滩边升起了火堆，在等待烧至木炭的时候，大壮开始对鱿鱼进行加工。熟练的刀法瞬间把鱿鱼里面的软骨和眼珠子都切掉，然后用木棍把鱿鱼肉串了起来。当然，最好吃的鱿鱼须也不能落下，也一起放在火上直接烧烤。 在等待烧烤鱿鱼的时候，大壮像个二愣子一样，又开始自娱自乐了起来。只是这次好像特别感动，高兴的连眼眶也湿润了。难道富二代的他终于明白了生活不易的真谛吗？哇！鱿鱼肉经过一段时间的烘烤，总算可以出炉了。虽然这次没啥调味料，但是鲜烤鱿鱼的肉香味已经弥漫了整座荒岛。虽然鱿鱼被烤得漆黑一片，但不影响大壮对他垂涎欲滴，把鱿鱼肉切成小片。 挤上几滴柠檬汁，一口咬下去，嘎嘣脆鸡肉味，鲜嫩的鱿鱼肉质非常爽脆。即便偶尔有蚊子骚扰大壮，但也不能阻挡吃货的步伐。你看他摆出666的手势，就知道其味道一级棒了。Beach barbecue squid。这是我见过最会享受荒岛求生的男人，有喝不完的天然饮料，每天都能实现海鲜自助大餐。这座岛屿的资源确实丰富，无论是海里的还是陆地的，都会令你抱有异样的眼光。这么近距离抚摸一条巨型鲸鲨，即便你有这样的机会，你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胆量。海洋生物外表虽然美丽动人，但往往隐藏着巨大危险。那么这座岛屿的陆地又是咋样呢？大壮在这座荒岛已经有20多天了，周围看似很安全，实则处处隐藏杀机，稍不留神，猎人与猎物会瞬间角色互换。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，吐出灿烂的晨光。大壮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
一条珊瑚蛇正在沙滩上沐浴着清晨第一缕阳光，只不过没享受多久片刻的宁静，就被大壮拦住了去路。幸好大壮也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，不然逼急了，珊瑚蛇也会让大壮尝尝什么叫一咬不复返。不过大壮二愣子这个称呼不是白来的，刚刚才与蛇族近距离面对面，如今他又发现了一条竹叶青，并且用一根木棍让其缠绕在上面，这逼真程度着实令人叹为观止。如果在荒岛上被它咬上一口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大壮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也为了保证岛上的食物链完整性，还是选择让其重获自由吧。大壮差点忘了给自己张罗今天的早餐，穿上衣服，拿着鱼枪潜入海底碰碰运气。话说这上衣穿的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呢？这里的海底景色依旧是一幅绚丽夺目的神奇画像，海水依然五光十色，瑰丽无比。众多的鱼群肆无忌惮在珊瑚礁上自由的畅游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大鱿鱼。大壮在这里搜刮一圈后，仍然没发现什么合口味的海鲜大货。明明射中了一条小鱼，却又被他强烈的求生欲挣脱了。第二条也同样命中后被猛烈挣脱。难道这种鱼就这么刚猛吗？都已经射穿鱼身还能逃走？无可奈何的大壮只好在珊瑚礁附近不停地寻找其他目标，而眼前这些货色，他再也不想对其下手了，宁愿等上一会。终于发现了一条异类，今天餐桌上的第一主角就是你了。蓄力已久的鱼枪终于爆发出灵魂一剑，成功命中了一条斑点鲈鱼，这一枪直接从鱼鳃穿过鱼嘴，这下应该挣脱不了了吧？看他的个头，估计有1斤左右。大壮也是第一次抓到这种斑点鲈鱼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赶紧上岸将其刮鳞去脏清理干净。大壮迅速把斑点鲈鱼骨肉分离，看看鲜嫩的鱼肉，真想沾点酱油与芥末直接开吃。这么好的一块鱼头鱼骨，就放在海滩边养鲨鱼。不会做饭的大壮，属实有点浪费食物。难道拿来炖锅汤喝，它就不香了吗？大壮在等待炭堆的时候也没有闲着，爬上一棵专门为它而生的椰子树上，摘下了一颗椰子。在这座荒岛上，天然的椰子饮料似乎永远都喝不完。难道它就是传说中的椰子岛吗？大壮才管什么椰子不椰子岛，拿起大壮之刃，对准椰子霍几刀下去。这么鲜甜多汁的天然液体胚乳，是市面上任何碳酸饮料都无法比拟的，就是不能多喝，否则容易窜稀。话说大壮似乎对这种饮料有很强的免疫力，都上岛大半个月了，天天喝也没见他闹肚子呀。刚才丢弃的鱼头鱼骨，血腥的味道也吸引了鲨鱼前来品尝。这就是大壮在海边养的那群小鲨鱼。原来大壮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早已把鲈鱼放在石块上烘烤，此时也已经被烤得滋滋作响，看着就如同高级餐厅的料理一样。大壮捧着刚烤好的鱼肉来到海边，一边吃着烤鱼，一边喝着椰汁，还看着无边无际的无敌海景，真叫人瞬间忘却世俗的烦恼。不懂的人还以为大壮在度假呢，其实大壮是逃离喧嚣的都市，来到这里模拟荒岛求生。只不过这座荒岛的食物资源有点多而已。吃完早餐的大壮在海滩上实在是无聊得很，他决定去岛上走走看看。这里小岛的风景实在是太美，附近还有很多这样的岛群，而且全部都是无人的荒岛。岛上居然还有蜥蜴出来散步，也有呆若木鸡的野生小鹿，看到不速之客也完全不慌。要不是大壮刚刚才吃饱，肯定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社会险恶。这座荒岛不仅仅是陆地资源丰富，就连它四周的海洋资源同样出色。看看不怕死的大壮，在潜水的时候还近距离抚摸了巨大的斑点鲨，这胆量也是没谁了，真不怕给一口吞了下去。附近还有成群的魔鬼鱼，让你一次性看个够。这些岛屿真能叫荒岛吗？大壮在荒岛瞎逛了大半天，肚子又开始饿了起来，他又得下海捕捉今晚的海鲜大餐了。勒紧橡皮筋，瞄准目标，灵魂一射，整条小鱼被箭矢直接贯穿头部，小鱼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，瞬间躺板板。这种在鱼尾有一枚指纹的海鱼叫什么鱼？有小伙伴知道的可以告知一下。大壮很快将小鱼超度清理之后，回到岸上准备生火做饭。不过在之前还是补充一下电解质。他又捡来一只椰子，用大壮之刃将其轻轻砍开，习惯性的闻了一闻。哇！看看这般酸爽的表情，就好像咱们脱了袜子闻自己的脚一样，又爱又恨，难以形容。很明显，这只椰子已经变质，不能食用了。奈何大壮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再次闻一闻这提神醒脑的香味，还是丢了吧。此时大壮只好准备今天的晚餐。按照他目前的野外生存技能，除了做烤鱼还是烤鱼，大壮还真不会别的做法。既然做法不会，换一种方法烤应该不赖。大壮将3根木柴围成一个三角形，在里面放上一些柴火，用椰衣纤维作为点火的火绒，
画面一切，柴堆立马燃起熊熊烈火。大壮不断将木柴加入在火坑中，等待了1个小时后，足够多的木炭也终于烧好了。大壮将鱼放在火炭上吊着烤，难道这样烤出来的鱼会更香吗？不过这种烤法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咱们就叫它撞吊法吧。等待了好一会，小鱼终于被烤好了，鱼皮被烤得焦黑爽脆，里面的鱼肉却鲜嫩无比，汁水满溢。再挤上几滴柠檬汁，就可以享用这条香喷喷的烤鱼了。外焦里嫩的鱼肉让大壮的嘴巴根本停不下来，一边听着海浪拍打着岸边，一边品尝绝对天然的美味，静静的、惬意的享受这一切。什么繁华都市的困扰，什么灯红酒绿的社会，通通不敌此时的良辰美景。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在荒岛，享受着这顿烤鱼大餐，实在是美哉美哉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